他已经站在那儿很久了。这位小姐一定有话要对你说，你不妨把你的生物科学讲给她听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想去哪儿？我是徐然的助理，徐然的房间我当然很清楚。你住的不就是徐然以前的房间？早餐好啦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以为你是我妻子啊？这也是助理应该做的工作啊。你昨晚为什么不走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你假戏真做。你喜欢我什么？就因为你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我身上，我就像是你的一只股票。你离开了我，你就觉得你所有的付出都落空了，而且你也找不到另外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可以投资，所以你不肯走，对吗？好吧，你说对了。你现在还和徐然在一起吗？也说不上在一起了。徐然又不是我的，他身边人总是有很多人围着他，比如冯路飞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冯路飞已经没有追求徐然了。啊？冯路飞这些天每天都跟江东在一起。徐然落魄了，江东成了总经理，这些人可真是势利，只会挑目前最有价值的人在一起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和江东本来就不是一个阶层的，想要和他在一起，只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他像徐然一样落魄了。只有没人要的徐然，才会被你捡到，不是吗？我不想让江东变成今天的徐然。你确定冯路飞是真的喜欢江东吗？你知道吗？最近冯路飞经常跟江东在一起吃饭。你知道的还挺多。我觉得这事儿你得管一管，他一定是在不理性的状态下才这么做的。你让我怎么管？我跑去跟冯路飞说，你不许跟江东一起吃饭。但至少他跟你也有点关系吧？
不管怎么说，至少也是你妹妹，而且她一定是受到刺激了。要是你跟我说我是你妹妹的话，我也一定会崩溃的。你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吗？冯路飞跟江东吃饭很正常啊，一个是甲方，一个是乙方，工作餐而已嘛。可是就算是为了工作，那他也是为了你啊，不是你一直想要青阳的单子吗？冯路飞怎么样工作，以什么样的方式工作，我管不了，你更管不了。好吧，就当我没说，当我多管闲事。我先走了。爸，你什么时候爱吃果酱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以前就爱吃啊，后来身体不好了，医生让我节糖，我就不吃了。是不是有很多事情都瞒着我？当然有了，而且还很多。你不过是我的女儿而已，为什么什么事情我都要告诉你啊？我不过是你的女儿而已。怎么了？喂，江总。你既然愿意在第一时间接我的电话，那就表示接下来的邀请很有可能会成功哦。什么邀请？我想见你，现在，马上。好，半个小时以后见。带我来这里干嘛？这里就是我出生的地方，以前这里是整个城市最破烂的街区。江总，我认为你还没有成功到可以追忆过去的程度。我带你过来，是想让你追忆一下，你总有一个爷爷，也是来自像这样一个地方，所以我的出生跟我的品味，有什么可笑的地方？从你那个祖宗，一直到现在的你。画成一个弧线，可能是半个世纪，有可能是1个世纪。可是我从这个废墟到我现在的位置，只花了10年的时间。相较之下，我觉得我的基因更有说服力。我见过用1秒钟就完成这个距离的，那就是我。从出生时的一无所有到亿万加身，这就是我跟你的差距。你用1辈子得到的。都赶不上我一出生就拥有的。你用不着这些提醒我们之间的差距。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白手起家的穷光蛋，我可能连一眼都不会看你。就算你现在是富家千金，现在还不是一样站在这里听我说话吗？你为你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，不过是想显示你的成功。那我告诉你，白手起家的我见多了。比你更成功，时间更短。你就这么看不起我？那你干嘛跟我来？难不成你是喜欢我？所以啊，你要注意影响。我们身为人民警察，一定要有人民警察的风范。
我不是不让你参加这些活动，但是你自己总得有个度吧。哎，我这好端端的一席话，怎么就被截成了3节呢？你出去看看吧，啊，回来再给我写检查。要不要这么急啊？喂，喂，女人心海底针呢？爸，陆飞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早上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是不是你觉得有些事儿我没告诉你，是在欺骗你？对，你是在欺骗我。从小到大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会嫌弃我，因为我是女孩，我继承不了冯氏集团。可是现在我知道了真正的原因，你在娶妈妈之前，已经有了一个儿子。谁告诉你的？你别管是谁告诉我的，事实就是你欺骗了我，也欺骗了我过世的妈妈。你在商场上可以不择手段，可是为什么回到家里还要继续撒谎？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？啊？我从小就告诉你，你有一个哥哥，让你不顾一切去找他。生活就是生活，我是个实用主义者，我只关心现在和未来，过去与我无关。那你怎么有脸向妈妈交代？我从来就没欺骗过你的母亲，她也知道这件事，她很清楚，我跟她的结合不过是家族的联姻而已。陆飞，你用不着为这事大惊小怪的。你是在我们这样家庭环境长大的，你很清楚，这样的事情不过就像高尔夫像马球一样，司空见惯。我以为我会例外。我唯一对不起的是那个男孩的母亲。我当年抛弃了他，一个字也没说，去了香港继承家业。可是没想到我的家族面临危机，所以我只好跟你妈妈结了婚。她是另外一个家族的长女，为了挽救我的家族，我才这么做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妈妈一直在说谎，从小到大，她一直在骗我。你们俩的生活，也不像她描述的那样。是啊，没错，现实的生活就是这样。你不是想了解生活吗？那我把真相告诉你。其实你不用对你的母亲恋念于心，她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也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甚至你的亲生父母是谁我都不知道。是，没错，电视剧里的情节在我们家里上演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娶了你母亲，她没有生育，我们只好去领养了一个女婴，而这个女婴就是你。我是被领养的。事实就是这样。本来我不想告诉你，但是你既然知道了事情的前一半，那我就告诉你一个完整的版本比较好。爸，你喝醉了，你在说醉话。
我喝醉了吗？啊？你也尝一口，你尝尝。这不是酒。对，我有肝病，我当然不能喝这样的酒。而且你早上看的那个果酱，那也是药。这个家充满了谎言，这屋子里的一切都是假的。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？徐然是我的儿子？别再装了。你的表情，你的感情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。你只有一样东西是真的，就是你的钱。住嘴！你听谁说徐然是我的儿子？你不是早就知道这一切了吗？你别再跟我演戏了。你给我滚！我没有你这个女儿，你给我滚！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说了，我现在就滚。站住！你不是什么都不想要吗？你不是什么都给我摘干净吗？你给我摘呀！啊！你给我摘呀！好，这些都还给你。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还给你。你给我不许开车，车也是我给你买的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只是想坐在上面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坐哪儿不好，为什么非要坐在这儿啊？我喜欢行了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我怕你从这儿掉下去，这儿很危险，这下面是一条河。你一个人在外面穿车也太傻了。我拖着你。哎，不用了，我的车就在前边。谢谢。有什么事儿？你在干嘛？我在公路上看景。我刚刚看完每个广告公司的提案，你想跟我们合作没有问题，不过有条件，徐然必须出局。徐然是谁呀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到底在哪里？我说过了，在路上看景。在哪个公路上？我知道你。
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才要问你，半夜在公路上干嘛？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你没有资格问我。你等我。喂，喂。给你派一个临时的任务，帮我到各个商场问一下，冯路飞有没有去过。什么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的故事吗？所以今天我希望我陪你玩游戏，以后这就是我们俩的游戏。你在干嘛？零件。穿便服吗？便衣零件。你是来找我的吧？舍不得了。我是来找你说清楚，从没见过一个女人像你这么不通情，就因为我不接电话，你就泡夜店玩失踪。你知道我有多忙吗？我放弃了385页的媒体计划和6个网络公司的老总会谈，专门去派出所找你，你竟然不理我。我有我的事情，为什么我的时间总得以你的时间来？片儿警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一定要配合你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其实啊，你才是从骨子里歧视我们这种脑力劳动者。你从来不会觉得一个会为你赚钱的女人，比一个只会为你做家务的女人贡献多得多。你也不会觉得我给你腾出的时间是有多宝贵。我不需要你施舍我时间。要不就分手。分手。这里太吵了。我们换个地方吧。我给徐文达。我刚看到冯路飞站在桥上，差点跳下去。你赶快给他打个电话吧，我怕他会出什么事儿。他没那么冲动，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可是他刚才看起来真的是很反常，你还是去看看他吧。喂。待会儿带我那去喝一杯吧。
跟我走。你凭什么带他走？你凭什么这么问我？我不会跟你走的。你听见了？他自愿跟我在一起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今天晚上他是我的，你休想带他走。把你的脏手从他身上拿开。怎么样？这让你很不爽吗？我就是要你很不爽啊！你能怎么样呢？你能怎么样呢？是。徐然，你别打了，徐然！徐然，你别打了！你别打，我跟你走还不行吗？上车。你答应我，答应我不打了！答应我！上车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只不过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。吃点东西吧，折腾了这么久，一定饿了。哎，冷。什么冷？粥冷。再拿去热热。你是徐然吗？我是啊。你不是徐然。你说不是，那就不是吧。我恨徐然。我知道。我真想背叛他，报复他。对不起。可是我做不到。我一想到他也遭遇过背叛，下不了那狠心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跟他不喜欢的人谈恋爱。你说徐然知道了，他会为了我有一点点心疼吗？他不值得你这么做。那你呢？你心疼吗？疼吗？跟心里的感觉是一样的吗？徐然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逼你的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打扰你的生活。这毕竟是我一个人的爱情，跟你没关系的。我发誓，以后好好的工作，不打扰你的生活，啊，就像以前的我一样。我忘了告诉你，冯氏集团始终是你一个人的。你是冯修文唯一的孩子，我只不过是他们抱养的孤儿。你说什么？真的，我连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，我多大了，我姓什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也许这一切永远都是谜。不过还好，我知道你不是我哥哥。菲菲，我想告诉你，其实不管是在过去，还是在现在，我一直都很心疼。因为我给不了你幸福。对不起。你回来了？这么晚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是在等我吗？没有了，公司加班。哦，那我去帮你煮碗面吧。哎，不用，哎，不用，我来吧，我来给你煮。没关系，反正都已经煮一晚上了。你是给徐然煮的？是冯路飞。今天晚上，他去桥上差点掉下来，我跟徐然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接了下来。这些人真是一点不顾别人的感受，你也是，老是跟着徐然后面，任劳任怨。也许人家根本不在乎你啊，你这样做值得吗？我看到徐然跟冯路飞在一起，我心里很难过。可是我又能做什么？冯路飞比我可怜，他比我更需要徐然。我已经没有指望了。王子到最后还是会娶公主。美人鱼的下场就只会变成泡沫，天亮就没了。赵宁啊，你在搞什么呢？我是不是传给你一个当红女主播跟她先生分手，然后她爆哭的视频，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会把它换上一个花花草草、猫猫狗狗的视频呢？我觉得这个不错，你看，这个趴在草丛上的螳螂。你看我，螳螂个屁呀！我跟你讲，那个螳螂的那个刀应该是把你的头砍掉哎！我现在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哦，当红的女主播还有螳螂，你会看谁？螳螂。你变态！你已经不是我们主编了，干嘛还要骂我们？我告诉你，赵宁啊，蠢货到哪里我就骂到哪里哦。你看我，蠢货！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为什么要听你的？
你不听可以呀，你不听现在就可以辞职。但是我看准你了，你不会辞职，因为你舍不得当鸡鸡，对不对？赵宁啊，你听我的啦，我年纪还是比你大一点，赚钱才是王道。你有了钱之后，你就有了汤七七，你就好好的工作了。我对公司哦是非常有规划的，徐然算什么？你就是将来的巴菲特哦！以后徐然要请你吃饭，他必须要花1000万美金才可以请你吃顿饭，你了吗？为你好哎，这些80后。先生，您是哪位？见冯总是需要预约的。我哪位？我是贵公司现在最大的客户 V 公司的江东，我不需要预约。让他进来吧。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不想接。你是不是忘了一些事情啊？需不需要我提醒你？江总，想要融入我们的圈子，就要知道游戏规则。我们有一种特权，就是随时可以忘记一些事情，也可以随时甩手走人。看来你击败那个傻丫头，重回徐然的怀抱了啊！这跟徐然没关系，请便吧。可是甲方有话要说，我现在以甲方的身份告诉你，我们非常不满意你们最近提出来的广告企划创意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透过比稿的方式，决定谁跟我们合作青阳。只要你不做手脚，比稿我们也不怕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，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带你去看过的那个街区？在那个时候，有一户有钱人家也住在我们那个街区，横行霸道，没有人敢惹他们。不过我们会在暗地里拿着牙签，叼着口香糖塞住他们家的锁眼，再涂上一些胶水，连锁匠都打不开。没多久他们就搬走了，谁受得了1个月换30几次锁呢？所以你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这种人报复的方式一定是暗地里来。谁叫你们太强大了？谢谢你送路飞回家。我希望你可以对他好一点。徐然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跟路飞吵架吗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你。冯先生找我有什么吩咐吗？你母亲她……你没有资格提我母亲。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当年我确实是迫不得已才离开你母子俩的，因为我的家族需要我一个人去承担起来，这是男人应尽的责任。后来我去找过你们，可是你妈带着你搬走了。从此之后，我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。真的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妈。我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精力听你的忏悔。我再说一遍，不要提我妈，你没有资格。徐然，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错是我犯下的，我自己承担。但是我想知道，有什么可以补偿的吗？你觉得你可以补偿我吗？
但是凭我这么大一个冯氏帝国，你笑什么？又是冯氏帝国？你觉得我徐然是想从你这儿得到父爱，还是名分？你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补偿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徐然不是打感情牌的人，我也不在乎钱。你是不是我的父亲，我无所谓。但是你真的害了我母亲一辈子。如果你真的想补偿我倒是很希望你可以想一个办法，把我身体里的血都抽出来。我想还给你。你看你姓冯，我姓徐，你在我面前什么都不是啊。怎么今天都在这里啊？谁规定我必须要坐在那儿的？那天晚上你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，没事吧？其实我跟冯路飞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把心里的结都打开了。他跟我说，其实你不需要跟我解释的，我是真心为你们高兴。冯路飞是一个好女孩，你应该好好对她的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七七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什么什么？你现在又装不知道是不是？是电话诈骗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你跟外界唯一沟通的管道就是电话。他让我把银行卡汇到他手机上，我怎么知道他是骗子呀？再说，骗子脑门上也没说他是骗子啊。你把那骗子的卡号给我。有本事你抓个小偷给我看看。警察同志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那个滑滑板的警察吗？我就是想看看你，不报案怎么拍你啊？怎么了？说。警察大哥，我有情况跟你反映。你不会也是来看我的吧？喂，你。猫儿胡同有人自杀了，赶紧去支援。这绝对不是来看我的。不好了，他要跳了！他跑是来不及了，我先去拖拖时间。我现在理解那些报小案的姑娘了。瞎说什么呀？还不赶紧去救人！让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啊！借过，你借过一下。借过。
等一下，还有什么好等的？你死都不怕，等一下有什么好怕的？可是无论我再怎么等，我老婆都不会回来了。你老婆怎么了？她跟别人跑了。你们别过来！你们过来，我就跳下去。那你跳下来吧，跳下来就成全他们了。你老婆高兴，勾引她的人更高兴，他们无忧无虑生活在一起，你满意了没有？我跟你说了，只要你还在，你还可以告他重婚罪嘛？怎么这么想不开呢？对呀，我一个人在这要死要活的，让他在那逍遥快活。不行，我不死了，我要杀了这个贱人！我跟你说，有话可以好好说嘛。咱们人民警察都是你的亲人啊！再走。回来吃饭。我决定把这段视频放到网上去。我们已经3天没睡觉了，策划案基本成型。我看我们休息一下吧，然后一鼓作气完成我们作品。其实庆阳就是时尚和科技的结合，我觉得在我们案子当中可以体现这一点。你想什么呢？我觉得我们这个案子还缺少一些亮点。这是现阶段我们最好的水平了。你压力太大，休息一下吧。你说的对，我在这愁肠寸断，每天通宵达旦工作做匹夫杀手。你倒好，一群粉丝在这求交往。给你。哎，我也弄了一微博，把今天的事儿都写上去了，反响超好哎。从今以后啊，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为人民服务了。是。去哪儿了？不好好休息。啊，出去转一下。来，发一中午呆了。我有主意了，就用它做一个和庆阳产品有关的潮人计划。那之前的呢？都不要了？全部推翻。现在唯一的问题是，微笑还不够火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计划要实现，微笑就要先火起来，用既成事实来撼动江东。你是他的女朋友，又掌握着媒体资源，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么潮人计划？什么潮人？我才不要了！为什么？我是一名警察，我今天下午才刚刚受到我们领导表扬。你要一个警察去担任什么潮人的？不是存心要让我丢掉饭碗吗？你要知道，如果你不当这个潮人，那就意味着这个计划就搁浅了，我们根本就拿不下青阳这个单子，我的饭碗一样会丢掉的。你还是没变，在你跟我的饭碗之间，你依然会选择先丢掉我的饭碗。你是我的男友，在工作上为我做出一些牺牲，有什么不应该吗？还是那个问题，你下意识地认为骗警的工作不重要，起码没有你的工作重要，是因为我赚的钱没有你多吗？那好，我们做一个假设，如果我们两个组建一个家庭，那对于家庭成员的贡献来讲，这是肯定的。如果你失业了，我可以养你，那我失业，你养得起我吗？所以你要顾全大局，不要那么自私，好不好？自私的是你吧？我对我的人生有设定，就是当一名优秀的警察。我当不了福尔摩斯，我可以当华生，但我绝不会去当什么超人，还得靠一个女人养。我想跟你谈件事情。借钱可以，借人免谈。我的观点已经跟叶儿说过了，我对那什么潮人计划的没兴趣。我请。没用。我们破产了。哎，徐然不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些风投，结果怎么样？见过了，可是他们的要求全部都是点击率。真的没有错吗？点击率就是网站的镇山法宝啊！我觉得我跟投资商的想法是不谋而合，我就是一个经商的奇才，但是我怎么会摊上你们这两个笨蛋呢？你们活活的把我挡在发财的道路上，就好像是下午6点北京东三环的车子，让我动弹不得。崔大饼，到底谁是老板啊？没有错，你是老板。但是你知不知道，我可以帮老板赚钱呐？你们两个80后，为什么就是不听我的嘛？我真的是满脑子的高招哎！我觉得我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我怎么会摊在这样的网站上面呢？你的那些高招，说穿了就是3个字：撒狗血。我做网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撒狗血，我不要我的网站变得狗血淋漓。唐琪琪，我崔大饼，我崔大饼活了大半辈子，我算是看透了。如果底线可以换钱的话，那我问你，我们为什么要底线？要底线，我们是为了做人的。我一直觉得做人是要有底线的。我做网站不是为了迎合市场，是为了要引导市场。你好厉害，唐琪琪，你真的好厉害哦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真的好厉害哦？你这样下去，我跟你讲，市场还没有看到你的网站就完蛋了。我崔大饼，我崔大饼怎么会摊上你们两个80后？难道我崔大饼这辈子注定是要失败？
我要跟你们终止合作。如果合作要拿底线来做代价，终止就终止。我作为大股东之一，我一定要站在汤七七这边。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，资金方面我会再想办法。这个意思，我是欠你们2个人。今天我跟崔大平吵架了，大吵了一架，而且这是我第一次吵赢了他。不过准确来讲，好像也没有赢，因为我们的公司就要倒闭了。这个视频也许是我上传的最后一个视频。微笑，你是我的收官之作哦。不求天长地久，但求曾经拥有。如果梦工厂真的就这样结束了，我也不会后悔。就好像我喜欢他一样，我也永远不会后悔。他的梦想就是这个样子的吧？当他离你很遥远的时候，看不清真面目，你可以闭着眼睛向前走。可是当他和你的距离近在咫尺的时候，你却发现你根本就摸不到他。老样子。怎么了？今天的蛋糕不好吃啊？梦工厂要破产了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啊？你说我是不是真的错了呀？你指什么？如果我像崔大饼说的，只要我愿意去做那些乱撒狗血、耸人听闻的东西，或许梦工厂就会火了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我太固执了？我觉得你没错。啊？因为往往成功者都是固执的，是吗？失败者也是。以我的经验呢，一个人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成功，支撑他的除了2条腿以外，就是他做事的原则。如果一个人连原则都没有，那他就只能随波逐流。就算他成功了，也是成就了别人，而不是他自己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是在赞美我吗？你猜？谢谢。这么开心啊？可不可以把它借我开心一下？请便。走吧。原来你说的开心，就是找我来谈工作之前请我喝杯咖啡啊？对啊。那你的要求太低了。怎么会呢？好喝吗？好吧，我收回刚才那句话。方总，徐总好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不想看。
是因为微笑吗？很抱歉，我们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你的能力问题，请不要把工作和感情混为一谈。就是因为我做不到这一点，所以我才辞职的。叶柔，你完了。我怎么了？我真没想到，叶柔会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的事业。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要不要尝尝冯总煮的咖啡，让自己清醒一下？不用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超人计划该怎么办？叶柔能为了他这样做，那你怎么知道微笑就不能呢？只要那份爱还在，两个人心中彼此有对方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明天有时间吗？什么事啊？冯修文有请。建立肢体回忆语学。唐七七啊，你比白蚁还要厉害，1个月，只花1个月的时间哦，你可以把将来市值上亿的公司整个都给毁了。我真的太佩服你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一定是上辈子我杀的一头猪了，这辈子来跟我报仇。什么我的梦想全毁了啦！什么纳斯达指数啊，什么地中海油田，我全都泡汤了。老大，你也少说2句了。现在大家心情都不好。心情不好，我就要说你怎样？我告你了，你是最没有出息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但要骂你，我还要骂他，你怎样？我现在就骂他给你看了。唐七七哦，你起来啊！你起来，起来啊！你看着我啊，唐七七，你以为你不说话，我就可以不骂你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40岁嘞，40岁嘞，我抛家弃子哎，我带着所有财产来帮你干活，结果呢，什么都没嘞！我的天哪啊！我的警察生涯全被你毁了。我受不了你们了，受不了了。最近在网上出现的神秘超人身份已经大白天下，微笑男26岁，职业某派出所片警，关键词超人。之前在网上曝光的解救自杀者的视频，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热议。关于他的视频点击量以几何增长的方式在上升，百度贴吧粉丝又一次暴涨。有人冒名在微博上为他建立了官网，1天之内的关注粉丝已经超过了6位数。微笑无疑已经成为了继犀利哥小岳岳之后最红的网络红人。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，七七。我们有救了，我们又活过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赶紧收拾东西，放回去啊！